作为关键摇摆州之一的密歇根州拥有15张选举人票。8月份，特朗普4次到访该州，哈里斯则有3次。密歇根州作为美国汽车产业的心脏，诞生了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3巨头。在17号的竞选活动上，特朗普承诺，如果他重返白宫，作为特朗普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将在1年内实现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减半。他放话称，如果哈里斯当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美国的汽车工业将在2-3年内不复存在。在争取美国劳工支持方面，特朗普再获重大利好。18号，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发表声明称，该工会不会支持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Well, listen, we interviewed both candidates, and we were seeking commitments from both candidates, and we couldn't get solid commitments on our core issues. 虽然该工会表达的是中立态度，但这一决定实际上对民主党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过去数十年，该工会几乎都是民主党的支持方。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成立于1903年，有约130万会员，包括大量的摇摆州会员，很有可能在选情焦灼的情况下左右最终的结果。数据显示，自从哈里斯取代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特朗普在卡车司机中的支持率飙升，已高达近60%。该工会也成为全美10大工会中唯一一个公开表态不支持哈里斯的工会。哈里斯则继续主攻争取少数族裔选票。17号，他在费城参加了美国黑人记者协会的采访活动。近日，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市连续收到针对海地移民的炸弹威胁，迫使多所学校和政府办公楼关闭。原因是在此前与哈里斯的辩论中，特朗普宣称海地移民把本地人的宠物猫狗偷来吃，这一言论导致美国出现更多排外情绪。哈里斯对此作出回应。It's a crying shame. I mean, my heart breaks for this community. 事实上，特朗普在7月31号也曾接受美国黑人记者协会的采访，当时特朗普公开质疑哈里斯的黑人身份，招致外界批评。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调查，63%的黑人选民计划支持哈里斯，而支持特朗普的比例仅为13%。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11名共和党前议员和官员公开表示支持哈里斯。据悉，这些政治人物包括前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曾在前总统里根·布什父子手下任职的官员。他们谴责本党候选人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每天在政府中制造混乱，认为他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适合再次任职。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9月18号，美联储宣布大幅减息50个基点，是4年多以来的首次降息。美联储选择了比投资者此前预期更为激进的降息措施，且时间点十分敏感，距离美国大选投票仅剩约7周，这导致当天美国股市收盘下跌。特朗普批评降息或出于政治动机，哈里斯则称赞降息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福音。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仅剩47天，当地时间17号晚，美国前总统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参与竞选活动，这是他15号遭遇第2次暗杀未遂事件后首次公开亮相，并主动谈及这起事件。距离大选投票仅剩不到2个月之际，美联储宣布降息，也被指有可能影响选情。9月15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场遭遇刺杀未遂事件。一名男子带着手枪藏在灌木中，准备伺机枪击正在打球的特朗普。就在他将枪管推出灌木丛时，附近的特工向其开枪，枪手逃跑后被捕，特朗普安然无恙。但这宗事件让安保人员大为紧张，可以说是风声鹤唳。就在这起事件发生3天后，当地时间9月18号，特朗普在纽约长岛准备参加集会数小时前，网传附近一辆车内发现爆炸物。当地警方迅速采取行动，证实是虚惊一场，并逮捕一名散布谣言的人士。随后，竞选集会顺利举行，特朗普还主动提及了此前的刺杀未遂事件。This evil would-be assassin got within a few hundred yards of where I stood, but thankfully, our outstanding Secret Service agent, and they are outstanding.
特朗普当天的心情看上去很不错，他专程前往纽约大学附近的一家比特币主题酒吧，首次体验了如何用比特币付款，并花了998美元请支持者们吃汉堡。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的这次短暂停留是他为争取加密货币持有者的支持而做的最新努力。今年7月，特朗普在纳什维尔举行的比特币2024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承诺如果他重返白宫，将任命加密货币友好型监管机构，并建立国家战略比特币储备，以确保美国成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9月16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X 以直播形式向约9000万粉丝给其家族支持的一个新加密货币项目 WLFI 打广告，并谈及他在区块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据悉，这个新的项目实际上由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运营。特朗普曾在其总统任期内说加密货币是一种诈骗犯罪，但他在最新的直播中又说：“我的孩子们让我无比大开眼界。”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不到50天，但特朗普的筹款状况不及哈里斯。在遭遇最新的刺杀未遂事件后，他仅仅休息了2天，17号就前往密歇根州弗林特市参加筹款造势活动。但外界对特朗普2个月内遭遇2起未遂刺杀事件感到震惊。7月13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集会上遭枪手袭击，右耳受伤，现场1名观众死亡，另有2名观众重伤。It's a dangerous business, however, being president. 9月19号至21号，2024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山东举行。今年纪念活动以坚持命运与共，携手建设和平共处的世界为主题。来自亚非拉、欧美80多个国家、100多个政治组织、和平团体、安全智库的120多位嘉宾和代表出席，共话和平与发展。连月来，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第12届世界和平论坛、2024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接连登场。可以看出，中国搭建了一个个凝聚和平共识的平台，帮助国际社会互相理解，推进团结合作。有外国代表向我表示，他们赞赏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Well, as I said, President Xi's leadership, in terms of the Road and Belt Initiative and other initiatives. 纳米比亚人族党政治局委员、人族党党校校长查尔斯·姆比塔表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相互联系。To adhere to the idea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idea of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nd the idea of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because you cannot develop without peace. Peace and development have to go hand in hand. 多次来到中国，曾在清华大学学习的巴基斯坦中国之友论坛主席巴亚兹德卡西表示，中巴两国在政府间、人文交流、学术以及经济等多个领域都开展了合作，两国共建“一带一路”，传递友谊。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Pakistan and China to mutually contribute towards the well-being of the BRI, as it is a precedent which needs to be set as the world is going through a lot of crisis, and in this hard times where China is putting in all efforts to connect the world. 美国现在所做的事情，颠覆了他一直以来作为文明灯塔的形象。它现在成了一个不稳定因素。中国在这个时候为了实现和平，提出3大全球倡议，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So that is why I think that any constellation does require that countries like the BRICS countries, the SCO, the African Union, ASEAN, these countries. And new members who want to become part of that must speak out. 与会嘉宾们还共同观看了以“命运与共，共护和平”为主题的故事会及文艺演出。演出由兼美、和、大同3个篇章组成，展示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